问你一个有点反直觉，甚至让人不安的问题：如果你真的能追上光，时间会发生什么？答案听起来像科幻，时间不是变慢，而是直接停止。这不是电影台词，而是人类已知、被反复验证的宇宙规则。今天，我们就用最直观、最好理解的方式，讲清楚一个问题：为什么光速会成为时间的暂停键？早在1905年，一个叫爱因斯坦的年轻人就告诉世界，你移动得越快，你的时间就流逝得越慢，而光速就是那个让时间完全静止的终极开关。这背后究竟隐藏着宇宙怎样的秘密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揭开这道宇宙中最深刻的法则。首先，你得抛弃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：时间根本不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公平的节拍器，它更像是一条可以被拉伸的橡皮筋，而拉伸它的力量就是速度。为了理解这一点，我们必须先接受宇宙一个最奇怪的设定，叫做光速不变。简单说，就是不管你开着多快的飞船去追一束光，你看它的速度永远都是那个固定的数值，每秒30万公里。光对任何观察者来说都绝不减速。好，记住这个前提。现在想象一个最简单的时钟，它的滴答一声就是一束光在上下两面镜子之间跑一个来回。当这个时钟静止时，光垂直上下跑，路径很短，滴答声很规律，一切正常。但现在让这个时钟以接近光速的速度从左向右飞过，对于站在原地的我们来说，我们看到的光走的还是一条直线吗？不，它走的是一条更长的 Z 字形斜线。关键的来了，既然光的速度永远不会变，那它走的路程变长了，花费的时间是不是也必然变长了？没错。所以从我们的角度看，那个高速飞行的时钟，它的每一次滴答都实实在在地变慢了。这不是时钟坏了，是时间本身对于那个高速移动的物体真的变慢了。这就是时间膨胀。科学家们真的把超高精度的原子钟放上飞机，绕地球飞了一圈，回来一对比，它真的比地面上的时钟慢了那么一丁点儿。这就引出了那个著名的双胞胎悖论。想象一下，一对20岁的双胞胎兄弟，弟弟留在地球，哥哥坐上接近光速的飞船去深空旅行。哥哥感觉自己只在外面过了5年，当他兴高采烈地返回地球时，可能会看到一个让他崩溃的场景。他的弟弟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80岁老人了。他们活在同一个宇宙，却真实地体验了完全不同长度的人生。你可能会想，好，既然速度越快，时间越慢，那简单啊，我只要一直踩油门，不断地加速，不就能达到光速，让时间停止了吗？问得好，但宇宙在这里设下了第2道，也是最无情的一道障碍。爱因斯坦那个最著名的公式 E 等于 mc 平方，告诉我们，能量和质量其实是一回事。当你给一个物体能量，想让它加速时，一个诡异的事情发生了。你给它的能量并不会100%用来提升速度，有一部分能量会偷偷泄露掉，变成了那个物体本身的质量。这就像你推一个雪球，你越用力推，它跑得越快，但它本身也变得越来越重。
当你把一个物体加速到无限接近光速时，这个效应会变得极其夸张，你后续施加的所有能量几乎全部都转化为了质量，这个物体会变得无限重。想推动一个无限重的物体，你需要无穷大的能量，而我们的宇宙里根本没有无穷大的能量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最强大的粒子加速器能把一个粒子加速到光速的 99.9999%， 但那最后的 0.0001% 就像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。那么如果我们打破规则，假设我们真的抵达了光速，我们会看到什么？现在让我们做一件最大胆的事，站在一束光的视角来看这个宇宙。对于光子来说，因为它以光速运动，它的时间是完全静止的。从太阳表面出发，飞向8分钟路程外的地球，在我们看来，这是8分钟的旅程，但在光子自己的世界里，它被发射的瞬间和它抵达你眼睛的瞬间是同一个时刻。对光子而言，宇宙没有过去，也没有未来，只有一个永恒的被凝固的现在。它从138亿年前的宇宙大爆炸源头出发，飞越100亿光年，最终被我们看到。这整个漫长的旅程，在他自己看来，连一刹那都没有经过。这就是为什么光子永远不会衰老，因为它根本不经历时间。说到这里，最终的问题来了：宇宙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奇怪的规则？为什么非要用光速给所有物质画下一道无法逾越的红线？科学家们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猜想：光速限制是为了保护宇宙最基本的逻辑——因果律。想象一下，宇宙的历史就像一排多米诺骨牌，原因是第一张，结果是后面的牌。你必须先推倒第一张，才能碰到第二张，顺序绝对不能乱。如果什么东西能够超越光速，就等于你拥有了一种能力，可以在第一张牌倒下之前，就提前推倒第10张牌。你会怎么样？你可以回到过去，在你的祖父遇到祖母之前，就阻止他们相遇。然后呢，你将不会出生。可如果你没有出生，又是谁回到过去发送的那条信息呢？现实的整个逻辑链条会瞬间崩溃。所以，光速这道看似冷酷的墙，也许正是宇宙为了维持自身稳定，为了保护我们这个有逻辑、有因果、有故事的现实世界而设置的终极保险。它不是一个限制，而是我们现实得以存在的基础。